假如有一天结婚对象都由政府安排，你能愿意和完全不认识的人结婚吗？这剧讲的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给家里宅的单身男女配对的故事。剧中男主角28岁的出色公务员阿秋，他是第一个体验这种分配制度的人。面对这个突然的配对政策，阿秋虽然不太愿意，但为了职位和薪水也只好接受。带着复杂心情，他来到了未来配偶茉莉的家门前，刚好遇到茉莉被一群邻居和警察围着。原来是附近的大婶发现茉莉很久没出门，还以为她在家里倒地去世了，急忙报警。正当警察要带走茉莉问话时，阿秋立刻出面帮忙。他向警察声称自己是茉莉的未婚夫，承诺日后会好好管教她，不让她给大家添麻烦。邻居和警察才放心的离开。茉莉看着这个突然冒出的所谓未婚夫，脸上满是戒备。阿秋对茉莉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老公了，让我们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努力吧。阿秋正激情演讲，茉莉吓得赶紧关门。阿秋沮丧地回公司，告诉领导自己失败了。没想到领导大发雷霆，警告他若完成不了任务，休想升职。茉莉则在阅读机构寄来的合同，这才明白阿秋之前的话。他忍不住回想起奶奶临终前的叮咛，他对自己说，我不会让你孤单。突然门铃声打断了茉莉的思绪，阿秋又来了。茉莉看到大婶正从门缝偷瞄自己和阿秋，不得不让他先进门。茉莉小声告诉阿秋，报名这个计划是他奶奶弄的，请阿秋帮忙取消合约。面前这个柔弱的少女脸色苍白，看着很害羞。阿秋在想，她是不是遭遇过什么不幸。阿秋离开后碰到了邻居阿姨，阿姨八卦地说，茉莉小的时候很活泼也孝顺，大家都很喜欢她。自从半年前她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她就变得不爱出门，不参与社交活动了。听说茉莉独自一人很孤单，阿秋更是担心起来。阿秋刚想回去说服茉莉接受合约，这时茉莉脸色惨白地跑出屋子。原来她的小猫桃子突然晕了过去。桃子是茉莉的精神支柱，她吓得手足无措，不知所措。阿秋立刻安慰了茉莉的情绪，他陪着桃子去了宠物医院。幸亏桃子没事，茉莉这才恢复了平静。这时阿秋又一次深情地向茉莉求婚，我愿成为你的家人，帮你追寻幸福，你可以不爱我，但请关爱自己。茉莉突然想起奶奶生前的嘱咐，你要寻找属于你的幸福，为自己而生。茉莉没有直接回应阿秋，但在阿秋送她回家时暗示了她以后会准备她爱喝的茶。阿秋明白茉莉已经接纳了他，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第二天阿秋就搬到茉莉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阿秋自己去提交结婚申请时，看着其他幸福的情侣，不禁开始犹豫，这种安排的婚姻茉莉真能接受吗？阿秋忍不住跑去茉莉家，问她是否真心想嫁给他。茉莉羞涩地回答说，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比我自己一个人好多了。阳光和煦时，茉莉露出了她的第一个温暖笑容，瞬间点亮了阿秋的心。然而同住在茉莉的老家并没像阿秋预期的那么简单，因为房屋真的很破旧，他不得不应对塌陷的楼梯、漏雨的屋顶和地板上的铁钉等问题。阿秋终于忍无可忍，向茉莉提议要翻修房子。性格悠闲如老奶奶的茉莉起初不太愿意，但当她听说阿秋要去商场挑装修材料，立刻兴奋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原来茉莉这么大了还没去过大商场呢，没尝过可丽饼、章鱼烧这类新鲜玩意儿。看茉莉被平凡的可丽饼心灵得到治愈，阿秋也情不自禁地露出慈爱的笑容。没想到茉莉一进超市，像孩子走进游乐园，兴奋地从阿秋身边跑丢了。幸亏超市不大，他们很快又找到了对方。原来茉莉是去挑情侣杯来陪阿秋。茉莉这招撩汉真高，还能算宅女。那天阿秋下班到家，看到茉莉正和一个不认识的小男孩玩。调皮的小海居住在附近的公寓，不愿回家离家出走，找到了善良的茉莉。阿秋看不惯他又毒又娇的态度，还挑剔茉莉的菜，一气之下教训了他一顿。就在这时，小海的爸爸大海来找他了。临别前，小海对阿秋说，你和茉莉姐看着一点也不像一家人。听到这话，阿秋又开始深思，自己和茉莉做契约夫妻真的合适吗？第二天早晨，阿秋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了大海，他觉得大海在婚姻上比自己懂得多，忍不住去问大海，把真相告诉了他。大海理解万岁，安慰阿秋说，在他看来，阿秋和茉莉就是恩爱的小两口，劝阿秋别多想。晚上回家，阿秋发现小海那小子又来蹭饭了。茉莉和小海都特别高兴，因为他们为阿秋准备了个惊喜，一道香喷喷的奶汁烤菜。原来细心的茉莉注意到阿秋今天心情不佳，精心准备了大餐来哄他开心。看到阿秋喜欢他做的美食，茉莉总算是放下心来。被茉莉这般细心对待，阿秋深感温暖。其实他也特地准备了个礼物，正是茉莉多日来梦寐以求的智能手机。
这还是茉莉第一次拥有手机，她再次露出可爱的小动物般笑容。这时候，小海跟阿秋说，明天大海会带他去游乐园游玩，但他打算邀请茉莉一起去。见茉莉满脸期待，阿秋高兴地答应了。阿秋把带茉莉和大海去游乐园的计划告诉同事们。小木一听说他让新婚妻子和其他男人出游，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小木一提醒，阿秋才感到自己有点嫉妒，原来是吃大海父子的醋。看到这情况，阿秋的女上司何哥立刻脸色一变。何哥对阿秋似乎有超出同事情感的感觉。晚上，阿秋在回家路上遇到了茉莉他们玩得不开心。原来茉莉新手机太吸引他了，整天盯着手机玩。小海一气之下摔了手机，其实是小海不对，但茉莉却先道歉。小海觉得愧疚，大哭起来。后来两人很快和好，约着还要一起玩。阿秋和茉莉回家，看到茉莉哭着抱着坏手机，他满是自责地说，都是我太自私，没顾及小海的感受，害你送的手机摔坏了。眼前这位温柔的女孩使得阿秋再也按捺不住，伸手紧紧抱住了茉莉。门铃突然响了，小木喝醉了冲进来，门一开，还跟来了女上司何哥。看小木像要吐的样子，阿秋急忙帮他跑向厕所。何哥和茉莉对视了一眼，何哥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说道，我2年前和阿秋交往过。这份来自前女友的宣战声明立刻让本就有点胆小的茉莉愣在原地。第二天上班，阿秋对何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何哥一点都不反思，反而质问阿秋是否真心喜欢茉莉。何哥因为阿秋敷衍的回答，瞬间脸色大变，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办公室。画面切换，何哥出现在茉莉家里，虽然茉莉很害羞，但还是礼貌地招待了他。何哥开口便是一颗炸弹，我希望你和阿秋离婚。原来何哥一直反对婚姻分配法案，他觉得婚姻是每个人的重要事务，不应由他人决定。然后他开始讲述自己和阿秋以前的点点滴滴。他们在一起的4年，生活平平淡淡。何哥以为阿秋不够爱自己，一气之下向他提了分手，没想到阿秋淡定地答应了，连个为什么都没问。何哥认为阿秋不配茉莉，觉得茉莉值得更好的另一半。出乎意料的，平时温柔的茉莉突然大声吼出来，认为阿秋伤害了何哥的感情是不可饶恕的，而阿秋却浑然不知，正在享受茉莉做的贤妻便当。好奇宝宝小木告诉阿秋，何哥其实还一直喜欢他。阿秋坚信何哥已把他甩掉，完全不听小木的话。晚上回家，看见茉莉一脸生气地等着他，他气呼呼地拿着离婚协议对阿秋说，如果你不能安抚何哥的内心伤痛，我们就无法正常相处。直男阿秋被茉莉的话搞得团团转，急忙发信息给何哥确认对方是否还有感情，结果被何哥拉黑。没办法，阿秋只能求助小木。小木从对话中感觉到阿秋其实已经对善解人意的茉莉动心了，建议他好好和何哥谈谈，别因为前女友耽误现在和茉莉的关系。第二天，阿秋把何哥叫到茉莉家，3人举行了一个严肃对话。何哥坚持不懈劝茉莉和阿秋离婚，阿秋则向何哥坦诚他也不满婚姻法案，但这不是他推脱公务员责任的借口。听阿秋把婚姻说成是义务，茉莉的脸色顿时黯淡无光。阿秋看到茉莉又变回原来那副怯懦模样，很是心疼。他立即坚定地对何哥说，虽然一开始只是因为工作娶了茉莉，但现在我真的很想让她幸福。何哥见劝不动他们，两人脸色铁青地走了。之后，阿秋跟茉莉坐在院子里赏月，茉莉微笑着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幸福。阿秋心头一震，忍不住握紧了她的手。他们虽不像别的夫妻那样亲密，但心灵已紧密相连。第二天早上，阿秋和茉莉甜蜜地一起购物回来，发现阿秋的弟弟阿翔突然来访。这时阿秋想起还没告诉家人结婚的事，突然觉得非常尴尬，于是决定下班后回家把这事告诉爸妈。到公司后，阿秋跟小木抱怨父母一直很反感家里那股压抑的氛围，也担心严厉的爸妈会让茉莉感到压力，所以一直没告诉父母结婚的事。小木以前去过阿秋家，他觉得阿秋的父母没那么可怕，但阿秋固执地认为小木只是在客气，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那天下午，茉莉颤声给阿秋打电话，说秋爸秋妈从乡下冲到家来，原来阿翔是因为逃学才离家投靠阿秋，现在秋爸秋妈来接人，而阿翔把自己锁在房间不出来。阿秋匆忙回家去劝阿翔，早上还和阿翔和气，现在阿翔脸色全变，对哥哥阿秋一点也不尊重，还趁阿秋摔倒把茉莉拉进了房间。阿秋看到茉莉被弟弟抓走，急忙去告诉爸妈。秋爸和秋妈被意外的新媳妇震惊的糊涂了，完全顾不上阿翔，只忙着追问阿秋为什么闪婚。阿秋只能解释自己被选为法案试验者，还说想和茉莉继续在一起，但秋妈理直气壮的反对，说他们一家都是律师、医生这样的高薪职业，难以接受一个啥都不会的宅女儿媳
秋爸则面无表情地坐在一边，而阿翔则把茉莉当姐姐，向她倾吐了许多心事。这些话让警惕的茉莉渐渐放松，不知不觉睡着了。当她醒来，发现阿翔也睡了，急忙逃了出去。虽然气愤的秋妈对茉莉视如无物，但善良的茉莉还是主动帮秋妈忙，这让秋妈对她的印象大增。她改变了之前恶婆婆的态度，质问茉莉既然已婚，为何还叫她阿姨？这话触动了茉莉的心，她沮丧地告诉秋妈自己是奶奶养大的，没怎么见过父母，所以不习惯这种称呼。但茉莉很快恢复了精神，笑着说：“现在我有了新家，每天都很开心。”茉莉那天使般的笑容和不幸的过去深深打动了秋妈。秋妈立刻心软，热情地跟茉莉分享了阿秋小时候的照片。接着，茉莉在院子里发现了闹脾气的阿秋，兴奋地向他展示自己刚拿到的照片。茉莉指着照片上笑得灿烂的小男孩，对阿秋说：“你能拍这么幸福的照片，你们家一定很有爱。”面对茉莉与小木一样的看法，阿秋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对亲情的忽视。他总觉得家里感觉不够温暖，是因为爸妈不太会表达，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不照顾孩子。此时，爸妈正满眼温柔地看着茉莉和阿秋，为了让叛逆的弟弟也感受到这份默默的爱，阿秋打算让阿翔跟他们同住一阵，并希望茉莉能用她的温暖感化阿翔。阿翔和妈妈都同意了，只有爸爸反对。原来秋爸急于要孙子，害怕阿翔影响茉莉和阿秋的计划。在大家的笑声中，秋爸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他一直后悔为了挣钱忙到没时间陪家人，两个儿子都和他不太亲近。看来秋爸能跟我到点下班的结爸和离婚活动的幼爸组个毁父亲俱乐部。看到平时严肃的秋爸真情流露，大家都感到欣慰。最后，阿翔还是选择留在了茉莉家。秋爸秋妈临走时，茉莉害羞地叫了声爸妈，逗得两人乐开了花。一夜之间，茉莉已完全融入阿秋的家庭。第二天工作时，阿秋向小木和何哥汇报了这事。小木对茉莉与阿秋关系进展顺利感到很开心。何哥嘟囔着：“这分明是亲情，哪里像爱情啊？”这一番话让阿秋和小木哑口无言。阿秋下班时刚好看到阿翔在和同班的小林聊天，便悄悄地向小林打听阿翔为何没去上学。原来阿翔身上总有种高冷的感觉，同学们都不太敢靠近他，这让阿翔感到自己好像被班里孤立了。但小林一直很仰慕阿翔，他很想成为他的朋友。听了这些，阿秋低头沉思。那晚，茉莉对阿秋说，他打算为阿翔组织一个生日派对，邀请很多朋友来庆祝。看到茉莉这么关心弟弟，阿秋感到非常开心。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料理达人茉莉竟然不会做蛋糕，连烤了好几块煤炭。为了帮茉莉减轻压力，何哥和小木帮阿秋买了个搅拌机送给他。这时，两拨人在街上恰好遇见了。茉莉一见阿秋就兴奋冲过去，不料在马路中央跌倒了。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快速驶向茉莉。阿秋冲上前一命搭救，化危为安。他深呼一口气，严肃地告诉茉莉：“你要学会自我保护，因为你对我太重要了。”看到平时木讷的钢铁直男阿秋说出这番情话，还对他念念不忘的何哥忍不住低下了头。回家后，当茉莉包扎阿秋的伤口时，分享道：“自己今天鼓起勇气独自去超市买了面粉。”阿秋看着满脸求夸的茉莉，情不自禁地笑了。然后阿秋借着受伤英雄救美的机会向茉莉要了个拥抱。单纯的茉莉以为阿秋还没缓过来，便毫不犹豫地张开了双臂。可这抱抱和茉莉想的不太一样。阿秋紧紧地抱住了茉莉，深情地对她耳语：“你没事太好了。”第二天，直男阿秋发现茉莉好像在躲他，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茉莉只是因为昨天的拥抱，心跳加速而已。这时，阿翔的同学小林带来了学校的资料，阿翔顺便邀请小林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很快就到了阿翔的生日。茉莉请邻居大海父子和小木一起来庆祝阿翔的生日，屋内充满了欢笑声。小林真心希望阿翔能回学校上课，大家都紧张的屏息等待，害怕阿翔对小林发火。等到阿翔笑着感谢小林，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高兴起来。那晚，阿翔正式告诉阿秋要重新回校上课。看到弟弟渐渐成熟，阿秋满心欣慰地笑了。然后，阿翔悄悄进入茉莉的房间，对她一直以来的照顾表示感谢，并告诉她这次生日派对是最棒的，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显然，阿翔真的很喜欢这位大嫂茉莉。阿翔回到房间，发现阿秋像少女般抱着枕头发呆。他知道阿秋对即将和茉莉单独生活感到紧张，忍不住开玩笑：“你打算以后啥都不对茉莉做吗？能不能主动点，像个男人？”阿秋没想到会被读高中的弟弟说教，一气之下只留给他一个不悦的背影。第二天清晨，阿翔带着笑意踏上归途。阿秋没去送他，一个人在客厅舒服地多睡了会。醒来时，阿秋发现茉莉正甜甜地睡在自己旁边，
他被迷得神魂颠倒，情不自禁地吻了过去。正当此时，茉莉突然张开了眼睛，吓得要袭击的阿秋急忙给他磕了3个头。幸好刚醒的茉莉没察觉，阿秋这才没丢面子。到公司后，阿秋把这番曲折告诉小木，懊悔自己明明已喜欢上茉莉，却总是不敢面对这份情感。这时偷听的何哥终于忍不住爆发，他愤怒地对阿秋吼道：既然他已不可替代，就该自信些，给他幸福。在前女友的鼓励下，阿秋决心正视自己内心，而茉莉则在向他唯一的朋友小海请教。他发现近来与阿秋间的关系变得尴尬，却搞不清楚原因。为了帮茉莉和阿秋搞好关系，小机灵的小海教了他一个绝招。那晚阿秋回家，茉莉轻轻在他脸上施了魔法，这神奇的一吻后，两人之间的僵局顿时如冰消雪融。傻乎乎的茉莉看到阿秋开心的笑容，还以为是魔法起了作用呢。哎呀，我们都别告诉他真相，让他多试试。阿秋一下班回家，看到茉莉正跟一个不认识的男士说笑，难道他的真爱出现了？一阵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阿秋跟着他们一直到家，最后忍不住跃出来跟那男的示威：你好，我是茉莉的老公。男人一听茉莉结婚了，显得很失落。后来茉莉介绍，这位是他中学同学三木。茉莉不止和他关系好，还热情地邀请他留下共进晚餐。茉莉忙着做饭，三木便对阿秋发问：你们何时相识，在哪儿遇见的，交往了多久？阿秋还没编出谎言来应对，三木就接着自言自语。茉莉总是笑着，是不想让人担心，你是不是在强迫他？这时阿秋才意识到三木真的很关心茉莉。出于对这位情敌的尊重，阿秋把他们结婚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三木。果然三木对这件事感到很愤怒。为了试探阿秋，在离开前，三木故意要求茉莉明天和他一起去玩。茉莉看到阿秋没有反对，笑着答应了。这个晚上，阿秋一个人在反复思考三木的问题：如果没有法案，你还会喜欢茉莉吗？阿秋答不出来，又陷入了矛盾。画面切换，阿秋表面上慷慨让茉莉陪三木出去散心，心里却忍不住嫉妒，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低级错误，被领导痛骂一顿。另一方面，三木带茉莉去了他们常去的棒球场。三木曾是棒球选手，因肩伤不得不退役。每当肩伤让三木烦恼时，他总是首先想到茉莉。实际上，三木从初中开始就暗恋茉莉，他不甘心茉莉因为法案嫁给他不爱的人，激动地对茉莉说：阿秋让我们单独相处，这说明他根本不爱你，我会让你幸福。茉莉却丝毫未被动摇，自卑的她从不奢望能得到阿秋的，只想和阿秋继续过安宁日子。看着茉莉幸福的笑容，三木不情愿地选择了放手。那天下午，三木在阿秋下班路上等着，感激阿秋让自己和茉莉重聚。阿秋微笑说他只想让茉莉快乐。得知阿秋不是不吃醋，而是不想茉莉难做，想起茉莉之前的话，发现阿秋和茉莉总是把对方幸福放在首位，正是因为他们太考虑对方，才显得不那么恩爱。此刻三木明白自己彻底输了，终于放心的把茉莉交给阿秋了。阿秋跟三木告别后就回家，回来发现茉莉独自在房里闹酒疯。原来茉莉偷喝了奶奶的美酒，一不小心喝多了。这时阿秋心头冒出一个狡猾的念头，他打算利用酒后吐真言，试探醉了的茉莉对三木的看法。茉莉马上流泪，哭着对阿秋说：为什么三木会说我不幸福？虽然你不真心爱我，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幸福了。当阿秋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爱意时，他把嫉妒的心情全倒了出来，还郑重其事地向茉莉表白：我比你想的还要喜欢你无数倍。谁知话音刚落，茉莉就醉倒了。第二天醒来，茉莉发现阿秋正趴在床边。阿秋迫不及待地想表达自己的情感，特意守候在他醒来就能见到的地方。紧接着阿秋深情地告诉茉莉：我喜欢你。茉莉没想到幸福会这样突然降临，她立刻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回答说：我也特别喜欢你。此时这两个不安爱情的人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在温暖的阳光下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人开始享受无忧无虑的甜蜜日子。但阿秋心中一直有阴影，他觉得继续装假夫妻不会有助于他和茉莉感情的发展。渐渐的，他对实验者的职责也开始不上心了。阿秋把自己告白给茉莉的事透露给小木，小木好奇两人进展如何，了解到阿秋和茉莉仅仅是手拉手，亲亲脸庞这些浅尝辄止的举动，小木和偷听的何哥忍不住了，决定给这对单纯小情侣助攻。那天下午，何哥和小木决定突击访问茉莉家，给阿秋夫妇送去一份意外的大礼，2张温泉旅行的免费券。阿秋本来想拒绝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但他一看到从未体验过温泉的茉莉，兴奋的眼睛都亮了，还是答应了一起去旅游。真得说，难道温泉游就是新婚夫妻的必做事吗？画面切换，阿秋和茉莉手牵手，
满心欢喜地出发了。一路上欣赏风景，品尝美食，参观寺庙，乐趣无穷。这时阿秋突然意识到，这趟温泉之旅原来就是他们的蜜月。想到这里，阿秋更不愿放开茉莉的手了。两人很快抵达目的地，兴奋的茉莉在房间内快乐地跑来跑去。阿秋因为晚上要和人同房而坐立不安。晚上他从便利店买水回来，发现茉莉已经铺好2张床，他内心欲望和良知开始激烈斗争。阿秋很诚实地对茉莉说，他担心会对他做出不该做的事，因此不能和他同睡。没想到茉莉一点也不怕，还主动让阿秋碰她。这刻欲望战胜良知，阿秋把茉莉拉到床上，迈过了情侣都会经历的那个阶段。第二天早晨，阿秋醒来，感觉浑身都透着喜悦。茉莉因为成为阿秋的妻子而流下了幸福的泪水。看到这一幕，阿秋深情地抚摸茉莉的头，决心让她幸福。回程途中，茉莉和阿秋手挽着手不曾分离，他们饱览着远处的景色，满心规划着未来的幸福生活。二人脸上都溢出了灿烂的微笑。晚上，阿秋独自审视着婚姻法案实验报告发起呆，他意识到自己已无法保持作为实验者的心态，记录与茉莉的日常生活。那一刻，阿秋做了一个重大且难以决断的选择。次日清晨，阿秋严肃地问茉莉，如果我没工作了，你还会和我在一起吗？茉莉被他突然的问题震惊，一时语塞，但阿秋好像已经有了答案，坚定地去上班了。到了公司，阿秋向领导递交了2份申请，一是将茉莉从参试者名单移除，另一是请求辞职。领导被阿秋莫名的请求惊得连头上的几根头发都竖起，忙问他和茉莉是否相处不好。阿秋决定不多解释，直接离开了办公室。小木知道后立马追出去，劝阿秋不要冲动，他们都已婚，不能轻易丢掉工作。看到阿秋不听劝告，小木气得给了他一拳，两人一激动就扭打起来了。何哥及时上前拉架，才让他们稍微冷静。这是阿秋和小木高中后首次打架，双方都不愿意先道歉，结果不欢而散。茉莉看到阿秋脸上的伤，吓坏了，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但阿秋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敏感的茉莉意识到阿秋在隐瞒她，心情顿时沉重了。后来，茉莉街上偶然遇见邻居大海，正在这时，小海慌张地来找大海，原来他妈妈突然晕倒了。热心的茉莉帮忙把大海的妈妈送医，幸好海妈身体很好，只是怀孕了。茉莉替大海父子感到开心，她笑着把这喜讯告诉阿秋。阿秋想到将来他和茉莉也会有自己的孩子，情不自禁问他喜欢男生还是女生。茉莉性格略显自卑，她担忧宝宝不愿意待在自己肚子里。没料到阿秋马上兴奋地喊出来，如果我是宝宝，就马上住到你肚子里。话音一落，他立刻后悔，尴尬地用脚尖挖地。突然茉莉发现阿秋公文包里的实验报告，她的笑容马上僵硬。阿秋赶紧遮住她眼睛，不让她详细看那些内容。第二天一早，阿秋主动向小木道了歉，但他还是坚持要辞职。为了让火冒三丈的小木冷静，阿秋打算让他亲眼见到那份传说的绝密报告。小木一看文件，就像被雷击中，报告里连茉莉的隐私都不放过，甚至她的身体接触也得详细记录。阿秋认为这样的报告对茉莉是一种羞辱，这是他强烈反对该法案的原因。小木也有家庭，很能理解阿秋的感受，因此选择与他同一阵线。同时，大海父子来看望茉莉，并带了礼物。一向调皮的小海突然变得闷闷不乐，一个人待在角落。大海尴尬地对茉莉说，小海和他闹脾气。大海是个收入不高的小说家，他感觉靠微薄的稿费难以养活2个孩子，于是决定放弃写作，找个稳定工作。不料这个决定遭到海妈和小海的强烈反对。这时小海生气地对父亲吼道，妈从来没觉得你没用，他认为有梦想的人最帅。听着儿子带着泪声的话，大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出于好奇，茉莉问大海写过哪些书，意外发现大海是他最爱的作者。茉莉忙拿出那本小说，告诉大海，这本书曾经是他的精神支柱，他希望大海继续创作，帮助更多人。大海未曾料到自己的作品能给人幸福，他衷心感谢茉莉，似乎重新获得前行的动力。大海父子离开后，茉莉独自在爷爷奶奶的遗像前思索，看到大海一家的相互扶持后，他决定也要帮阿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阿秋回来后，茉莉真诚地告诉他，我只是个没用的宅女，只要能帮到你的工作，透露点私事也无妨。原来茉莉早就看过那报告，只是一直装作不知情。茉莉的话刚说完，阿秋情绪失控，对他大发雷霆，他不允许茉莉这么贬低自己。面对暴怒的阿秋，茉莉依旧毫不退缩，继续柔声说，我们是因为这法案才遇见的，我相信他还会给更多人带来幸福。看到茉莉笑，阿秋觉得特别羞愧，他的妻子那么英勇，他却总是想着逃。第二天下午，阿秋认真地向茉莉袒露决心，
他决定不再逃避，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法律的不合理之处。然后，阿秋把一个白色盒子递给茉莉，里面是他们的婚戒。他希望这样能在两人的无名指上印证忠诚与爱。此外，以前分房睡的他们搬到了同一房间，开始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生活。蜜月和婚戒都搞定了。故事开篇是个怪异的梦境，茉莉被一个神秘小女孩带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草地，女孩拼命大喊一句：“妈妈，不要离开我！”场景突变，茉莉从噩梦中惊醒，脸色惨白，仿佛勾起了她不愿回忆的往事。与此同时，一个阴沉的男人在偷偷摄影茉莉家，看起来似乎在策划什么诡计。阿秋自从领导同意他改革法案以来，便日夜加班，全心投入。何哥和小木看到阿秋拼了命的样子，决定偷偷为他和茉莉策划个结婚纪念日派对，希望阿秋能好好放松放松。一拍即合，小木立刻联系阿秋的弟弟阿翔，还特意叮嘱阿翔带上同学小林。但小林和阿翔最近好像有点僵，即使街上偶遇也不打招呼。另一方面，大海父子特地来向茉莉表达感谢。在茉莉的鼓励下，大海没放弃写作梦，还灵感迸发地写出了一本畅销新书。听说大海家的经济困境已经度过，茉莉开心地问起了海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情况。茉莉听小海说，她最近总梦到宝宝是个可爱的弟弟，想到自己最近老是做噩梦，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大海父子刚离开，小林就来到茉莉家拜访，他眼含热泪告诉茉莉，自从阿翔变得开朗，就成了学校红人，平凡的自己越来越难与他交谈了。同样感到自卑的茉莉深刻理解小林的感受，决定帮他一下。晚上，茉莉向阿秋透露，小林可能喜欢上了阿翔，阿翔却逐渐对小林疏远了。阿秋没想到弟弟这么无情无义，气得打电话把阿翔骂得狗血喷头。翔被骂懵了，还好茉莉在边上帮忙解释，约阿翔周日来家里吃饭，顺道好好谈谈。此时阿秋和茉莉都不知道，大风波就要来袭。画面切换到一个小杂志社，茉莉的生活照落入了社长手里。为了借婚姻法案的热度涨点，杂志社派阿丧暗中跟踪偷拍茉莉。阿丧的照片老是不够炸，总是让社长发火。第二天下午，阿丧又像平时一样蹲在茉莉门前偷拍，却让串门的小海当场捉到。情急之下，阿丧只能谎称自己是喵星人桃子的迷。单纯的茉莉以为喜欢喵星人的人不会坏，就好心邀请阿丧进屋做客，这本是靠近茉莉的好机会。但良心发现的阿丧不忍欺骗这个纯真的女孩，内疚的赶紧逃走了。紧跟着阿翔来访，茉莉把小林的心情告诉了阿翔，鼓励他大胆追求心仪的人，别因为一时骄傲错失真爱。听了茉莉的话，阿翔终于鼓起勇气约小林到公园见面。两人坦诚相见后，小林告诉阿翔，他喜欢他拉小提琴的手，喜欢他说话的温柔声音，还有他笑起来的闪亮双眼。阿翔更是直言不讳，酷酷地说喜欢小林的一切。哎呦，这剧情对单身狗实在是太刺激了，一下子就成双成对了。第二天早上，茉莉被噩梦吓醒，体弱的她突然想起小海提到的宝宝话题，吓得发现自己这月的月经还没来。想到可能怀孕了，茉莉心里一沉，因为她还没准备好当妈妈。紧接着阿丧来访，透露自己是记者，还带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因为阿丧老是拍不到热门照片，社长就编了一篇关于茉莉的假新闻发布了。文章把茉莉描述成好吃懒的，全靠阿秋的工资过日子，和她亲切善良的形象大相径庭。阿丧急着向茉莉道歉，没想到茉莉不以为然的回应，肯定了她确实依靠老公生活的文章没错。阿丧赶紧解释说，家庭主妇也是有价值的职业。突然，一个中学生打碎了茉莉家的窗户，阿丧气愤地抓住那孩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孩子理直气壮地说他看过杂志，非常不喜欢茉莉这样无耻的行为，所以才恶作剧。阿丧没想到事情已经恶化到这种地步，一时愣神让孩子跑了。与此同时，听到声响的小海赶到了茉莉家，正在擦窗户的茉莉突然晕倒了。听说茉莉晕倒，阿秋急忙赶往医院，幸好茉莉只是因为没睡好而晕倒。阿丧代表杂志社向阿秋道歉，他也宽容地原谅了对方。醒来的茉莉向阿秋透露，她最近总是做噩梦，这是由她小时候被妈妈抛弃的痛苦引起的。阿秋不愿触及茉莉的心伤，选择保持沉默。为了照顾茉莉，阿秋特地请了假。请假前，他把草拟的婚姻法修改建议上交给了领导。何哥在妇科医院门口偶遇了茉莉，两人已是好友，坐下来聊了许久。茉莉向何哥透露她怀孕了，但她担心自己因童年的阴影无法成为好妈妈。何哥认为让丈夫开导茉莉更加有效，于是将茉莉交给了阿秋。阿秋带茉莉回家后，茉莉轻声告诉她她怀孕了。阿秋一听，笑得合不拢嘴，而茉莉却显得郁郁寡欢，总是躲着阿秋。茉莉晚上又被噩梦吓醒，
却拒绝阿秋的安慰。阿秋担心的不敢多问，只好默默待在他边上。担心茉莉的阿秋下班后急忙回家，回家却见不到总是笑脸相迎的茉莉，他的电话也留在家里。看到茉莉进来，总是心神不宁。阿秋心头顿时涌上各种可怕的念头，于是焦急万分的在附近四处寻找茉莉，最后在公园的草坪上找到了她。就在那个茉莉在噩梦中被妈妈遗弃的草坪，茉莉喃喃地说：“她从小就被抛弃了，我没体验过母爱，我能当好妈妈吗？”阿秋这才明白茉莉最近为何烦恼，他温柔地说：“这孩子是我们共同的，你不擅长的我来补，我不行的有你，还有邻居朋友们的帮助。”茉莉顿时茅塞顿开，对啊，有这么好的丈夫和朋友，孩子怎会不幸福呢？阿秋的鼓励让茉莉终于克服心理障碍，她幸福地依靠在阿秋身上，决定生下这孩子。眨眼就是阿秋和茉莉的结婚周年了，他俩正甜蜜地窝在床上，舍不得离开。这时门铃突然响起，大海父子和秋爸秋妈纷纷来了，递给他们2套华美的礼服。原来何哥与小木计划了个纪念日派对，就是要给阿秋和茉莉补办一场婚礼。这一刻，阿秋看着茉莉穿上婚纱，乐得合不拢嘴。在亲友的围观下，他们走过了红毯。茉莉此生都没想过，自己1年前还是焦头烂额、愁眉苦脸的模样，现在我穿起了漂亮的婚纱举行婚礼，这都得感谢我的丈夫和所有亲友。她含泪真挚地说，就算说无数次谢谢，也无法完全表达我此刻的感激，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之后，茉莉生了个胖乎乎的可爱女儿，她和阿秋一人牵一手带着女儿，形成了世界上最幸福、最美的画面。大团圆结局，这种感情更像是亲情而非爱情。在这个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时代，你认为婚后恋爱能培养出真爱吗？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